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未来战争是信息化战争，那么信息化战争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夺取制空权和制电磁权。可以说，没有制电磁权，你就很难拿到制空权。那么制电磁权靠什么样的装备呢？主要靠战略电子对抗飞机和战术型的电子战飞机。那么一些军事大国都非常重视开发专用的电战飞机，比如说美国历史上呢有一款非常有名的舰载电战飞机，叫 EA-6B。那么这款电战飞机呢，在多次局部战争中呢都有使用，而且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。美国空军飞行员、海军舰载机飞行员，甚至呢有一条权利，就是如果没有电子战飞机为他们保驾护航，他们可以拒绝执行作战任务。那么可见专用电战飞机它的作用地位之重要。美国空军过去的主力电战飞机呢是 EF-111，美国海军的电战飞机呢是 EA-6B。虽然它们属于战术型的电战飞机，但是能力很强。但是海湾战争之后，美国空军的专用电战飞机呢逐渐退役，结果它的陆海空三军，包括海军陆战队唯一的战术型电战飞机就变成了 EA-6B， 但是 EA-6B 机型太老，也被逐渐淘汰了。现在取代它的是 EA-18G 咆哮者电战飞机。那么这款电战飞机呢，应该说能力非常强悍，曾经在演习中击落过 F-22隐身战斗机，当然这个击落是打引号的。那么凭借着它强大的电子干扰吊舱，最终呢让 F-22战斗机失去目标，从而给 EA-18G 留下了突击的窗口。那么 EA-18G 作为美国海军航空兵目前的主力电子战飞机，它都配备了什么样的一些装备呢？这款战机在机翼和机腹下方最多可以挂载5个电战吊舱。除此之外呢，它的翼尖挂载了2个 AN/ALQ-218战术干扰接收机。那么作战时呢，它通过这2个位于翼尖的战术干扰接收机来快速的捕捉敌方的电子信号，然后呢，利用翼下和机体下方所挂载的3到5套 AN/ALQ-99电子干扰吊舱，对不同的敌方电子目标发动相应的电子干扰和电磁压制。那么这几个电子干扰吊舱其实呢是有分工的，包括低频电子干扰、中频电子干扰和高频电子干扰。那么针对不同的目标，使用不同的干扰吊舱就能达成目的。那么从它的组合情况看，应该说整个干扰能力还是相当的完备，无论是对敌方的地面雷达、空中雷达，还是通讯系统、数据链，都能实施强有力的电磁压制。那么这样的电子吊舱可以说它是沿袭了过去 EA-6B 原有的相应设备，在此基础上呢改型而成的。从综合作战能力而言，应该说效果不错，但是呢也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。最近呢，美国雷神公司又为美国海军研发了一款新一代的电子干扰吊舱。这款新型的电子干扰吊舱的编号为 NGJ-MB， 它现在已经进入第15量产和试装试用的阶段。NGJ-MB 电子干扰吊舱和原先已有的电子干扰吊舱呢，总体上是类似的，它也分为3个子型号，也就是说，它的电子干扰吊舱也分为高频电子干扰、中频电子干扰和低频电子干扰吊舱。相比于 AN/ALQ-99电子干扰吊舱呢，在技术水平上更上一层楼，也就是说，干扰能力会更强。这种新一代的干扰吊舱，除了能够配备在专用的EA-18G 这种咆哮者电子战飞机上以外呢，它甚至还能够挂装在一些常规的重型战斗机上，比如说 F-15EX 多用途战斗机就可以
挂载这种新一代的电子对抗装置。那么 F-15战斗机通过挂载这种新型的电子对抗吊舱，就有可能呢增强它的自卫干扰能力，甚至呢，如果挂载的数量多，它也能够临时变身为一款专用的类似于野游鼠、咆哮者那样的电子对抗飞机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就可以大大的扩展这种专用的电子对抗吊舱的使用范围，从而提升他们对抗隐身战机的能力。那么这样的做法呢，值得其他一些空军借鉴。好，今天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。感兴趣的朋友，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